好，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说华为这个新机的亮相，因为接二连三发表了2个新机。那今天呢，在微博上面大家也传出说，好像看到有一个神秘的发布会哦，说是不是又有新机要上场了？结果呢，刚刚看起来这个发布会2点半开始，竟然是发表车子，所以人家说哇，真的是出大招了，就是在出了2台新机之后，又推出了他们这个最新款的这个智能车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面的热议啊，他就说现在是华为战苹果的科技春晚登场了。那你看到这个发表会哦，它本来很神秘，就只有说华为发布会在北京时间，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半，网友讲说应该要出大招了，结果果然不是手机，是直接出车子哦，那真的是很突破大家的想象哦。那再来，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他们说是冲着苹果来的。苹果是在9月13号的凌晨1点钟，就是台湾时间跟这个中国大陆时间凌晨1点钟哦。那华为是在今天的下午2点半先出个车子，把你的手机的新闻都压过去之后呢，明天的下午荣耀发布会，荣耀就是华为的子公司，当时因为美国打压之后呢，他们就是分离开来，就说独立运行，但其实也是从华为分支出去的，所以就说父子前后夹击苹果，所以看得出来，华为这次已经在这个空战上面全面取得了这个发话权。那我们看很多人还在讲说，现在讲到华为就要用遥遥领先这个词哦。为什么遥遥领先呢？因为他们说现在华为这一台就是 Mate 60哦，我们真的是非常羡慕赖老师今天还带着手机来跟我们炫一下这个手机。对，最新的这个现在拿出来打开。对，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还不太看得到。这个赖老师现在手上已经有了，就是这一台叫做蒸汽机。这个遥遥领先。对，赖老师已经遥遥领先我们大家。遥遥领先，真是。对，这哇，这镜头好大哦。我们等一下来跟赖老师借看一下。对，他现在这一台叫做蒸汽机，还不止如此。他们说现在全家都蒸汽是什么体验呢？就是华为蒸汽的3件套，就除了这个赖老师手上这一支之外，手机之外，还有包含 MateBook 这个就是 Pro 这个笔电，还有平板。通通都3件套，通通都已经推出了，所以现在大家讲说，你如果要蒸汽啊，就是3件套，通通都要换成蒸汽的套件哦，3件套。那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一段影片哦，大家在讲说华为有多厉害。以前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不是要扫 QR code 吗？或者是说你要付费行动支付的时候，我们要把 QR code 好几个步骤弄出来。它现在不用了，你讲电话讲到一半，手机递出去，店员都看懵了。我们来看一下。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说华为它是遥遥领先。没有，直接扫就可以，直接扫，可以，您直接扫就可以。对，它自动调节。对，好了吗？好，谢谢。对，只要是那种红外线的哦，就结账的那个光一朝你的手机，它会自动感应跳成那个 QR code， 所以人家讲说，哇，真的很厉害，不用码的这个功能哦，真的是厉害。然后再来呢，还有推出一款叫做 Mate 60的熊猫配色，这一款我非常感兴趣哦，熊猫很可爱，它还特别做成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限量款的熊猫配色哦。然后还有呢，他们讲说，因为它有这个玄武机身，玄武的架构是摔不坏、刮不花，所以它有一些实测影片，比方说钉子、砸核桃都没有出现相关的刮痕哦。那我们就看到华为感觉上面所有的这科技发话权，通通都被它给这个囊括下来了。就还有人去这个搭飞机的时候实测卫星电话，的确是在飞机上面就是连接上了这个卫星哦，直接就可以拨打电话。但是这个是说不合规定啦，大家不要模仿哦，危险动作不要模仿。但是可是这样的影片出来，也让大家看到说，哇，这个卫星功能真的是可以用的哦。但是华为提醒说，这是违反相关规定，千万不要做。那为什么它可以这样打卫星电话呢？他说连马斯克的星链都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技术哦，因为现在他们是用天通卫星，那这个高轨道的这个数字广播通信卫星哦，所以距离地球大概是36000公里，只要3颗就可以覆盖地球。可是马斯克的卫星哦，它是距
离地面比较近的，所以成本比较高。那一个比较高的卫星，它涵盖范围就会比较大。所以现在目前华为用的是天通卫星。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也提到了叫做新质生产力这一个词哦，的确好像是呼应了华为，就说现在整合科技的创新资源，然后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变成了新质生产力哦，这是这样的一个词，也反映出来这一波这个蒸汽机啊，的确是符合这个新质生产力。那其实孟晚舟啊，在4月1号上任这个轮值董事长的前一天，他就曾经喊了一句话，如今大家就把这句话再拿出来。我想今年的主题词应该是信心。只要我们持续奋斗，永不言败，我相信我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寸光阴都不会浪费。我们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们向死而生，怎么能够不成仁？好，向死而生哦，的确现在完全是逆势超车了。那我们看一下，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啊，也开始在跟美国算账了，就说当初孟晚舟哦被这个加拿大就是转机被捕的同一天呢，其实还有这个顶级的5G 物理学家，就是帮助华为突破5G 技术的物理学家张守成哦，他这位教授意外的坠楼身亡，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背后的案情不单纯啊，因为他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前景那么看好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跟华为的5G 技术有所连结，所以是不是被离开了呢？那还有另外大家讲说，现在华为的13位高层哦，大家摊开他们的学经历，全部都没有海归派，光是靠着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个华中科技大学这样子的一个3位董事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哦，所以不用这个顶级名校这个常春藤名校都可以做出一个这个华为世界顶级的奇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企业就讲说，真的现在看到华为这个样子哦，宁愿卖晶片给华为哦，也不想要让华为建立它的产能，因为当华为的反击这么可怕的来临的时候，美国企业都感觉到威胁了。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我想谈一下华为汽车，因为我看过华为汽车，因为我在2016那时候，对，没有我就今年7月吧，去成都，我去四川嘛，回来之后在上海待了1、2天。在上海的那个最繁华的那个步行街啊，对，南京东路哈，南京路啊，我在那边闲逛嘛，一看那个在14路口那边啊，有一个华为的一个旗舰店，我本来看那有点热哦，没有想进去，结果看里面放了几排汽车，我说难道这就是华为汽车吗？我一进去果然华为汽车。那它叫问界，叫 AITO，那它事实上跟 Auto 很像，AITO Auto 自动就是 AUTO 嘛。我觉得它这个取这个名字哈，就蛮，它现在有好几款啊，那有这种哈越野型的，有休旅的，然后 SUV 哈，基本上是 SUV。那我觉得进去看了这台车哈，我觉得那个时候问了价钱，吓我一跳。那个车子的价钱就在台币大概100万上下，有全电的，也有所谓的油电混合。油电混合它一次哈就是油加满哈，再加上电啊，一次可以跑1300公里，哇，那是平常的这个油车的2倍啊，是将近2倍，那性能非常的好。然后我对它最印象深刻，它的自动化。我觉得现在的汽车，如果我们还没有接触新型的，所以这种自动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好，你去接触的话，你会发现完全新的系统。那这个新的系统上去以后，你那都是一个键。我上去以后，因为那个展示的那位先生啊，他很好，你从这里上啊，我一上去以后，他只按一个键，我坐在后面那个第2排的位置哈，当场人就躺平了。我不需要去调整个半天，你知道，它一个自动钮就是帮你定位了，定到那个位。然后我说，这个车子后面怎么好？有人在那推我啊，捏我啊，这样。按摩。他说这是按摩椅。他说4个椅子全部按摩。哇。然后他这种叫什么哈？智能的一种哈，怎么讲呢？一种操控系统，
然后你可以人不在车子的时候，透过你的鸿蒙手机，鸿蒙系统或者你整个操控系统啊，你可以在远端就把这个车子先控制好。哇！那第一个你不会找不到车，第二个呢，你可能快要上车之前，你说外面在那边太阳晒半天，我让它先冷气先开，它就给你开了。还在那边等你来。哇！所以它可以做很多很大的功能。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种它智能座舱以外，它还有这种自动驾驶。那自动驾驶现在来讲的话，这是绝对是未来的一种汽车驾驶的功能。现在台湾有些车是有自动驾驶，我跟你讲，价格都起高，你要花100万台币左右买这样子这么高性能的车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吃惊。所以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华为手机，我还是想谈一下华为汽车，设计也非常好。它是跟这个赛力斯合作，我说你这个车设计真的蛮漂亮。那我们这个车就是由 Porsche 这个车厂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我不是替华为做广告，只是我只近看过华为车，基本上跟广告很像了真的。哎呀，但是台湾都买不到啊，纯属巧合。台湾都买不到，台湾不会进口的，不会进口的。比亚迪也买不到，华为也买不到，但是赖老师竟然买得到。我没有买华为的新手机，朋友送的那个。有昨天晚上应该是昨天下午吧，有朋友有观众朋友，不知道是哪一位，他也不留名字，他就送了2台，就一台是黑色的，一台是比较亮色的。该不会是孟晚舟吧？我不知道。那观众署名孟晚舟，就送到中天嘛，然后给玉琴收这样的。然后我晚上接他回家，然后在车上他就说：“今天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他是先讲说我要告诉你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把我吓一跳。我在想开车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我说什么重大的事情啊？这个因为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嘛，没有比这个更大一点。这个题外话。然后但是后来他就回到家，他是说噔噔就拿出2个，哇，把我吓到了。我没想到，因为我女儿也想帮我买一个，她知道我用的是你女儿帮你买。对，这个30就是我女儿帮我买的。然后那个时候买完回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嘛。那时候是在大陆，我3年多前的时候去陪她过年，就是 Mate 30啊，对 ，Mate 30，那陪她过年，过年回来以后，华为就被打压了，所以 Android 系统都不准用，结果这个鸿蒙就出来了，然后我现在用了3年，其实已经但是没有坏过，这个华为实在是我不知道摔到地上摔多少次了，但是你看这个壳都被我摔破了，但是没有坏过。对，现在刚好可以衔接了，刚好可以衔接。所以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一次华为等于说大动作这样的一个反攻？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了，也就是说3年的卧薪尝胆，那我觉得按照任正非讲的，我们不存美元，我们储存的是人才。这几十万的人才，其实真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就是，当我华为超过2亿台，成为世界一哥的时候，你用莫须有的这个理由，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打我，然后打的这样子，然后连对我女儿都下手。但是你看任正非这样子。气定神闲，可是我觉得华为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气，这股气其实就是成为华为精神，就是我们不被打倒，我们要自己来寻求突破。台积电想卖给你，但是美国说你不准给我卖，所以台积电明明可以赚的钱，他赚不到，但是你没有那么好的晶片，没有5奈米的晶片，没有3奈米的晶片，那中国人说，华为说我们用别的方法来解决，所以确定不是5奈米，确定不是3奈米，但是他做到了5奈米跟3奈米能做到的事，这一点很多人都在想要破解，很多人都想要知道为什么你能做得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华为精神，对，华为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也就是现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了，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精神变成一个时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才是我们的时尚，而不是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不会再是我们的时尚，因为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好，来问一下苑老师。
大家都脱稿演出，我也尝试一下哈。这个9月4号的时候，任正非对于这个华为内部员工发了一个通知啊，这个也不是说发个通知了，也就是做一段讲话。他这个讲话非常有寓意很深呐、他里面强调讲说，在大都市长大的小孩啊，受到的保护啊，做工作的话呢，基本上都喜欢做设计师啦、工程师啦，循规蹈矩啊。那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啊，因为他追求自由、好奇啊，踩那个水坑啊，那个水坑能不能够踩啊，只有他自己知道。从错误中学习啊，我受到启发非常大，因为从错误学习啊，就是我今天上课要讲的内容。而且刚好啊，他里面的董事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余承东啊，余承东的话呢，同时我也看到他自己讲说，他小的时候差一点饿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妈妈就是生他的时候家里太穷了，还好呢，就是说隔壁一个奶妈呢自己养了孩子，分一半奶给他，然后另外他自己孩子的话，他是吃米浆长大的。他其实考到的是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特征呢是人才优秀，绝不出国因为比起清华跟北大还是差一点距离了我们必须要讲实在，就是说这里面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华为今天呢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一样可以做出领先全球的科技。所以说，美国众议院有个议员叫做加拉格尔他居然认为说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做出来这种科技有的话呢，那就是偷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商业部的管辖不够严整。所以呢，未来要完全封闭，未来要完全的禁止各式各样出口，你还没做到吗？华为已经是忍耐了1570天了，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我必须坦白讲，这个真的是一个超级励志的故事我坦白讲2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会变成大陆的心理上的一剂强心针。这一阵子大陆的经济的话呢，主要的问题就发生在心理上、感觉上各方面能够追求突破的地方，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华为的科技证明了一切事情，证明了比尔盖茨讲的说，对于中国打压只会让他有自己的生产线，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接下来强调的第2点的话呢，就是中国自己的话呢，华为今天的突破。以后的手机汽车各式各样的科技会全部一起出来，像雨后春笋一般，你就会发觉，对于大陆的科技，你只有羡慕的份。以后你再一看，你恐怕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拜登就是跟越南见面的时候，结果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让越南有点生气我们看看这个报道，他说1.5度攸关存亡。他说拜登讲气候威胁比起核战可怕，还拿越战开玩笑那他讲说，还记得《早安越南》吗？他说这一首歌那其实就引来炮轰，因为《早安越南》是以越战为背景的一个战争喜剧片，这对于越南来说是一个很沉痛的记忆。可是拜登却拿来开玩笑，所以就引发了就是越南当地的一些不满，就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在讲话的方式那他其实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很多的问题他都是不断的翻动桌上的小抄，然后回答的时候都有点含糊文不对题还必须要这个遵照指示所以人家在讲说这个感觉上面答题非常的扣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被问到敏感话题的时候，他甚至还讲说他要睡了，后来还得要白宫发言人来解围The famous song, Good Morning Vietnam, or Good Evening Vietnam. He may have a game plan. He just hasn't shared it with me. But I tell you what,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going to go to bed. I'm just following my orders here. Is there anybody haven't spoken to? Thank you, everybody. This ends the press conference. Thanks, everyone. Thank you. 对，所以我们现场来宾们都笑了，我就想说，他这个回答真的需要这个尚皮耶赶紧来做解围不过他这一次去人家讲说这个阮富仲有没有在偷臭他因为79岁的这个越南总书记阮富仲看到了拜登就讲说，
80岁的拜登说你看起来好年轻英俊啊，人家想说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拜登最在意的就是聊这个年龄话题哦，但是他讲的是很有诚意啊，他说啊你看起来比以往都更好，看起来很年轻英俊，有一头美丽的白发哟。79岁的人夸奖80岁的人啊，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看看啊，这个拜登其实在国内哦最担心的就是聊到年纪问题哦。你看所有的民调出来都是说，年龄问题成为这个选民比较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所以民主党就很沮丧，就说恐怕白宫难以挽回颓势哦，因为年纪太老拖累了民调。那其实面对到了越南的时候，美国好像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哦。我们看巴黎谈判的时候，这2020年的新闻就是巴黎谈判中，美国对越南的战争赔偿的问题哦，双方分歧非常严重，而且呢，北越坚持这个坚决的要求美国要给予一个赔偿，而不是援助，就是说你不要在话语上面占我们便宜哦，你不要说你是援助我们哦，你不是援助我，你是欠我们的，你是赔偿哦，所以谈判还一度中断。那1972年的时候，北越再度积极的谈判哦，那最终签署了这个巴黎协定，那就这个赔偿问题呢，也跟美国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美军撤离了南越之后，赔偿问题还是不了了之。那所以之前呢，这个越南范明正这个越南总理哦，跟拜登聊完当时这一个经典的画面哦，才聊完之后啊，他转头好像看到这个摄影机都还在拍，都没有避讳哦，忍不住就爆了粗口。我们来聽聽。Rõ ràng xong phạt mẹ em sợ yếu. Ngay đoạn mà cậu với một cậu ý mình nói là nhưng mà tôi không được đi ngang. Hai bên ông chưa tin cậy nào tin được chuyện lớn đấy không? Mình thì nói thêm một ý nữa nhưng nó dài dòng, như kể cả tôi với ông ngày xưa cái mãi mình tìm được tiếng nói chung. Nhưng mà thôi, nó lắm vấn đề. 好，所以就是越南也是在面对美国的时候，也很有一套他的办法啦。那现在目前呢，就是美国跟越南要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晶片制造基地哦。拜登访了越南，说这个抗衡中俄这样的一个目的性哦，全面性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多项的新协议，包含了大家瞩目的就是这个半导体设计中心哦，以及他这个下定了波音的订单。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积极在拉拢越南，要找寻这个产业链来替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回应啊，就是说各国的发展双边关系啊，希望不要针对第三方哦。那这个拜登也讲说，美国跟越南我们无意遏制或是伤害中国大陆啊，但是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大家自行判断了。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集团体也有一些这种闹剧上演哦。今天大家瞩目到的不是集团体达成了什么，而是这一位杜鲁道怎么飞机坏掉，说还滞留印度，没有办法回国，变成了一个国际上面的一个花絮哦。真的是很妙，杜鲁道都总有一些奇妙的新闻。那再来，这个印度的集团体的峰会风光落幕，但是现在看起来新德里为此损失了38亿台币啊，38亿元哦，包含了像是学校、银行、企业哦，都因为这个峰会期间必须要关闭，所以街道上面都空无一人，百业几乎停摆，损失非常的惨重。但是美国现在其实最大对手就仍然是中国大陆哦，可是中国大陆越来越不想要理美国，不太想甩美国。我们看这个美国国务院曝光说，布林肯年底前会接待王毅哦，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习拜会。那美国国务院是讲说，希望在秋天来举行这样的一个会晤，但目前尚未定案。可是你看，王毅哦，连 APEC 可能都不要去哦，或者是连这个联合国大会哦都不要去。外界质疑这个我更正一下哦，连联合国大会都不去了。11月是这个拜习会啊，习拜会哦，所以王毅现在可能要缺席，改由这个韩正来代表出席。所以外界认为这样的一个讯号，可能是 APEC 的习拜会恐怕要生变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拜登这个开这个玩笑哈，实在是非常不道德，你知道？因为美国在越南这个作为啊，让越南到今天还在承受极大的恶果。美国在这个越南的中部啊，那时候撒了大量的落叶剂啊，这个落叶剂事实上是剧毒。那到现在越南广南省的小朋友啊，生出来畸形还是相当的多，它造成了非常非常多。它这个是延祸下一代。它这个落叶剂，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它要让这些森林啊都曝光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下面很多这些哈，所谓胡志明小径啊，很多越共哈，南北越之间的越共啊之间的勾，在这个哈，在这运兵也好哈，运军火也好，他说那我们没办法啊，不敢下去抓人啊，只好靠那个什么剧毒的落叶剂把它从飞机上这样撒下去，那就叶子通通掉光了。可是那个土地跟那个哈整个环境永远污染，造成生出来小孩不是那个纯裂，就是都是非常多的畸形。那另外，我建议很多朋友要去胡志明市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一个越战博物馆，你就知道美国人在越南的时候做的多残暴。那边有一个影片有照片，你可以去看，一个美国大兵用坦克车后面一个铁链锁了一个越共的尸体，在街上拖着跑啊，这是文明国家干的事吗？有证据啊，你可以去看那个越南的这个越战博物馆，极为残酷啊，把越南人啊这个国家打的人国不成国。今天拜登去了越南，还讲出这种哈什么早安越南，这是拿越南人消遣啊，拿越南人啊这个嘲讽越南人的这个一个象征性的歌曲，他居然讲出口。这个还有什么讲什么人权，讲什么人道嘛？连基本做人的道理都有问题啊！怎么会如此呢？那越南基本上你现在要被美国人收买，你们忘记过去美国人在你们的国土上这种用最现代的化的武器来杀戮你手上只有寸铁的平民，你们忘记的话，那你们将来还会遭到同样的一个痛苦。美国现在就是出钱买它而已啊，其他都是假的。去投资 AI， 一个封测厂你知道投资多少钱？16亿美元。美国别的地方不花钱，在越南花大钱。好，来问赖老师。越南在过去他曾经这个倒向前苏联，然后想利用前苏联的力量来去遏制中国。那即使中国大陆在越战的时候帮了越南非常多的忙。那越南马上就忘恩负义了，所以就金兰湾就租给这个俄国来使用。当时中俄的关系是紧张的，所以越南完全拉前苏联，然后来压中国。结果越南被中国大陆修理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惩越战或是叫做这个对越的这个反击战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越南学到的一个经验跟教训，就是在两大国之间，永远以后不要再想拉一个大国来对付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知道，越南之后跟俄国的关系发展的还是很深，因为越南的武器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俄罗斯，但是它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那现在他又看到那个美国对中国大陆发起这个外交战，发起全方位的打压中国，不管是经济战、外交战、科技战、财政战，所有的东西都想办法把中国压下来。对，那越南又发觉，这个又可以利用了，所以他又想对中国大陆打美国牌，对美国就打中国牌。那这一次这个美国就过来了以后，越南当然他马上就对于美国施以高度的热烈的欢迎，所以这个战略地位一下子拉到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同等级，也就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都同级了，拉平了。可这是象征性的意义。那对越南来讲，他要换什么？他要换得就是他想要让自己的国家现代化，高科技化，所以他要美国来支持他做这件事。美国拜登也很开心的把他的这些半导体的大的这些业者全部都带过去了，对，波音也带过去了。那越南一口气跟波音买了50架的飞机，因为波音最近苦不堪言，对，连赔了4、5年。如果再赔下去的话，波音的前景堪虑。好不容易卖了737架 Max 给越南，那换得来什么？换得来就是你的零料件要在越南生产。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这次去越南访问，林林总总签了一堆备忘录，可是有几个项目能落实？如果经过1年、2年、3年，项目没落实的话，越南说翻脸就立刻翻脸。所以我觉得美越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好，来问岳老师。
我聊一聊这次在印度召开的 G20闹的笑话哈，这个很多人是觉得说是非常奇特，但是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他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话呢，乌克兰马上就抗议，然后呢，这个媒体的报道是美国跟俄罗斯都非常满意，我一看到美国跟俄罗斯满意的话，就觉得问题来了。这个不是在敌对的状态下吗？为什么满意呢？满意就是因为他的宣言中只谈到只谈到这个国家吧，没有谈到什么攻击啊、入侵啊，没提到俄罗斯的名字嘛。然后另外一点呢，非常好笑的是，整个莫迪的话呢，最冷淡的人就是杜鲁道，然后最离不开的人就是杜鲁道这个是非常好笑的事情。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对这个杜鲁道本身来讲的话呢，如此冷淡呢？因为加拿大呢本身呢，就是全世界就是那个锡克族最多的地区，然后他们呢，非常反感一件事呢，就是说莫迪呢考虑要把印度改名字叫巴拉特，这个名字一听就蛮好笑，翻译成中文就蛮好笑的原来我们叫巴铁，现在都拉印关系的变成巴关系搞不清楚这有什么东西但是呢，那个加拿大的本身呢，就是暗中支持锡克族来反对这个印度教，印度教在印度独霸，但是印度不要忘了，印度有2亿的这个穆斯林教徒这个目前为止取得共识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这里面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目前为止，美国看好了印度跟越南要了围堵中国什么的话，实际上大家稍微检验过去的发展的历史当中，各有各的困难了，主要是基础建设，另外的话呢，就是工业能力了。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无论是越南也好，无论是印度也好，就是美国在帮他们的关系做多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中国本身的科技要靠自己是很明显的事情。另外呢，我必须要强调，这一次的 G20会议呢，这个习近平没有出席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因为呢，他们就是磨刀霍霍。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时间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侯友宜他现在最新在网络上面这个网络温度计有统计出来这个好感度哇，侯友宜是居冠根据他这个统计的区间是在8月底到9月10号这样的一个区间，侯友宜他提升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现在目前好感度是0.5，那可是我们看看其他几位这个柯文哲看起来好像只有微微的上升，大概0.38，从0.36变0.38。赖清德也是有上升的一个幅度大概0.06他现在目前是0.44。那同样上升的速度也非常快的是郭台铭他现在目前好感度是0.49，他是根据一些舆情的分析所以分析出来这个4个人的好感度都是上升，而目前侯友宜是好感度居冠。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民进党继续喊这种主权，然后玩抗中赖清德有讲到说我们台湾不能为着追求一时的和平来让渡主权当然又是打这个抗中保台的牌他们讲说台湾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呀对没错，台湾就是属于这个中华民国不是吗？那他就讲说这个主权是属于2350万台湾人民不能为了追求一时和平就把自己的主权让渡给别人。那所以网友在讲说，那主权到底要怎么让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啦。但是反正他们现在要影射的杀伤力最强，所以就讲说让渡是不是怎么样就开始要用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侯友宜接下来14号的时候要去到美国访问，要争取跟裴洛西跟麦卡锡见面。他说此行的重点会摆在国会议员的邀约上面，来接触一些国防外交的领域，尤其注重这些涉台事务的议员并且尽可能的拉高层级，比方说像是裴洛西、麦卡锡是主要的一个会面的一个目标。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有提到，他提到了3个坚持，说要致力促进两岸的交流他说以交流交往走深走实来促进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后指反独的促统民意基础，而且要广泛的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跟支持，营造反独促统的有利外部环境。冷眼吉提到，他说现在选边站恐怕没有筹码就是说台湾夹在这个中美竞合的生存游戏的困境，以及难以左右情势的无能为力感。倘若未来情势没有好转的话，
也不能化被动为主动，台湾恐怕会沦为这个大国宰割之间的这种弱势角色。那的确，最近看到解放军的动作是越来越大哦。今天16还绕飞中线以东哦，这边我们有看到这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有这个图片出来，它的这个路径哦。那山东号距鹅銮鼻才60里哦，就这么近的距离都可以拍得到。这个山东号呢，潜舰它编队11号在鹅銮鼻东南方的60里哦，朝东航行，进入到西太平洋航训，更一连2日出动了歼16等各式的战机，在海峡中线以东长途飞行哦。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8艘军舰也穿越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那日本的一些基建呢，也是在监控当中哦。所以我们看到，从东边的这个东海朝西太平洋，朝太平洋，对不起，这边有点反光，朝太平洋方向航行哦。所以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3艘舰艇以及1架反潜机也在警戒监控当中。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菲国的所谓的美女记者哦，说在现场报道仁爱礁的对峙哦，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专栏号外同学就呛瞎他，就说：“你长记性哦。”他说：“中国的海警船这次是算客气的哦，没有以水炮强势驱离菲方的补给船，否则不好意思哦，你这位女记者就不能从容的这样子发自拍了呀。如果动用水炮的话，不知道你脸上的妆是不是还挂得住哦？所以的确就讲的也是有道理啦，就是的确可能是没有水冲上来，才不会泼到这样的记者还有办法这样子自拍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解放军的这个军机在这个进到台湾的限航区飞长程的距离，那专家就讲说，现在也在压缩训练的空域哦，因为战机不仅呢超过了中线，更进入到限航区哦，目的就是要压缩一些这种训练的空域，未来恐怕会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在限航区以及临街区间来飞行。那现在目前巡航的海域哦，看起来解放军这边的军舰啊、海警船啊，也是持续在扩大当中哦。这次他们的巡航45天，最远有到这个东经180度以东的北太平洋公海哦，所以巡航的海域范围哦进一步的扩大，所以看得出来这个远航执法的能力哦，已经进一步的又再得到提升。这是解放军一系列的一些新的动作。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觉得就是最近的民调哈，都在显示这个赖清德啊，这个支持度一直下滑。因为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说他的猪队友太多了啊，一直像这个陈吉仲啊，搞那种几个月的那个巴西的鸡蛋给我们台湾消费者吃，然后还给那个只有50万资本额做那么几亿的生意啊，这个太过分了。有人又想起来，当时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这个这个快筛试剂啊，男女老幼在外面这个排队啊，那居然他们把这个快筛试剂的采购权交给一个小吃店，所以这个太多这种猪队友太多了。所以赖清德现在又回过头来要干嘛？要抓基本盘，所以呢，他就又喊出来什么台湾不能追求一时和平，让渡主权啊，又跟他过去一副要和平保台啊。现在又不能追求和平，又不行了，又不对了，自我矛盾。这话说来说去，他是不是人格分裂啦？和平保台在哪里？对，你抗中保台不要，你又和平保台，就说和平不能为了和平做什么，对不对？这个简直就是说，这个人还有任何的这个中心思想没有？他问题他就没有中心思想，他中心思想就是要怎么样？要做官，要捞钱要权要位，这就是他们这群人的基本的本质根性就是如此。那基本上呢，他为什么现在又要继续要玩所谓抗中，要唱要非和平手段？就是说实话，他也前一阵子因为怎么样被美国修理，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看选情不利，他公然背叛他长期主张的台独太早太猛。他现在怎么又后悔了？他发觉基本盘对他怀疑了，又回过头来又找基本盘，对不对？又在那边唱高调，又在那边搞和平不重要，那你干嘛搞和平保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但凸显这个赖清德这个人投机倒把，然后什么都可以背叛，没有任何一点忠心的这样子一个本质之外呢，
也看得出来他的选情现在告急。我觉得就是说啊，非绿联盟只要稳步的往前走，他的整个的这些整个选情会继续的往下掉，因为他事实上不足以信任，而且在玩弄一些观念，根本就没有把真正台湾人民的福祉、台湾人民需要的一个和平安定发展的环境，当做他最大的使命任务，就在那边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大陆现在这些绕台行为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就在讨论说，基本上大陆已经在行使对台湾的主权了，那就看蔡英文政府怎么做。第一个，你根本没有中线，然后呢，在台湾整个附近包围。你知道前2天这个歼16，它不是这样子东西飞哦，它是沿着海峡中线的靠台湾这一面，对，南北的这样飞啊，基本上是绕台飞行啊。然后山东号，你算算看，今年已经有多少次跑到台湾的东海岸去了？那辽宁号几次到台湾东海岸？基本上就把台湾当作什么？已经在台湾行使主权啦。那请问一下，蔡英文做了什么？蔡英文躺平啊，他只会在那边叫，然后呢，花我们台湾人民血汗钱，不要透过谁又去美国买一批武器，就这样子做啊。他整个在做什么？没有做，躺平，没有事情做。那你这边蔡英文说什么？让渡主权？好啦，就不管你，我也搞不清楚你讲的是台湾主权还是中华民国主权？台湾是没有主权的，台湾是在中华民国之下的主权，对不对？只有国家才有主权，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赖清德，我们就要问问，请问你讲的主权是什么主权？是中华民国的主权，还是你那个主张还不存在的台湾共和国的主权？对，不论如何，他有在捍卫主权吗？他基本上蔡英文就已经在让渡主权了。对不对？大陆已经在台湾实行主权的行为了。那请问蔡英文做了什么？所以民进党，我觉得赖清德的选情会越来越糟糕。他这样子玩两面手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见机行事，乱讲一通的话，老百姓就看出来他的真正会让他看破手脚的。所以越到选举，他们又要开始卖芒果干了，就亡国感又要开始这样的节奏出来了。亡国感可以用1次，了不起用第2次，但是它的效率就递减了。那用到这次的第3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效率了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问说不要和平要战争啊。那如果要战争的话，你台独的赶快都回去当兵嘛。那你台独为什么都不回去当兵？所以你根本就又不敢打仗，也不想当兵，然后也打不过。然后呢，就嘴巴讲，那你不要和平，还是你要和平？那很明显的，你又怕打仗，然后呢，你又怕战争，然后你又讲不要和平，那你讲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自相矛盾，讲不出去。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些讲话，我个人推断了，一般人不太搭理他们的，因为也不知道他在谈什么不知所云。不过我倒觉得目前的民调为什么会一直在开始产生变化？而这个变化都是细微的，已经开始发生了。对，你也看到侯友宜的民调开始在往上爬升，他的好感度也在往上爬升。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在哪里？国民党内部闹完了，吵完了，不再吵了，安静了。当国民党的内部的这一些人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对这个不爽，那个不爽，彼此之间吵翻天了，吵到最后选民都很讨厌他们。谁又站出来吵的，谁在里面搞坏的，大家就讨厌他们。他们也发现他们自讨没趣，然后安安静静了。当安安静静了以后呢，大部分的选民就已经开始去听，你侯友宜在讲什么？你侯友宜在做什么？你国民党的立委在做什么？你们在讲什么？然后慢慢的去听了以后，你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政见是实在的，这个政见是可以行的，这个看护，这个跟我们切身有关的。然后呢，慢慢的，大家就觉得，侯友宜这个人虽然这个讲话并不巧言令色，但是呢，却是实实在在，那好感度
当然就慢慢的就一直在往上走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国民党就继续内部里面安安静静的好好打一场选战吧。好，来请教苑老师。对，我觉得赖清德本身呢，我常常在这边批评他的这个讲话的逻辑啊，非常不清楚。我这边把他这个语病稍微强调一下，就是台湾不能为追求一时和平而让渡主权，好像他讲了台湾已经拥有主权了，然后又说台湾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啊。那么他讲这观念的话呢，刚刚我们主持人说得很清楚，台湾不就叫中华民国吗？中华民国就是很明显的。你现在强调这个主权当中的话呢，你强调你要在进行你自己拥有的主权的话呢，那你要就是说要我们放弃和平，维护主权，你维护什么主权你也搞不清楚。然后你要我们放弃和平，放弃和平，这个是大逆不道的诉求啊！就是正常人都不会讲出这种话来呀，对不对？我就觉得说这是个重点，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把眼睛放亮一点。就是赖清德讲的这句话，不是有语病，就是他天性非常坏呀，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放弃和平呢？而且你自己一个人放弃和平的话，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能够代表2350万人放弃和平，你凭什么说这种话？脑袋够不清楚嘛？而且你自己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难道你这一切都忘了吗？你自己在表面上以为这一切都没有事情吗？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你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区领导人，本身来讲出这种挑衅的话，你讲别的话我就算了，但是你讲要全台湾人放弃和平，就扯到我了，我就不愿意了，非常生气啊，感觉上很难过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20-30年前回来教书的话，就是迎向繁荣啊，怎么变成放弃和平了？这个是重点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讲啊，大陆这个王沪宁讲的话。说两岸需要交流啊，这才是真正的维持和平啊。说句良心话，你看得明白，你大家去仔细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山东老乡王沪宁在大陆的工程三朝元老啊，他所做的事情，基本上这里面讲说致力于两岸交流交往，要走深走实啊，两岸同胞的话呢，要走亲走近。这个就是维持和平啊，就是先交往啊，也就是一个呼吁啊，希望大陆同胞能够到台湾来看一看，那台湾同胞能够到大陆多看看，彼此增进了解呀。现在你们在这个报纸上的这个媒体的介绍，永远是大陆的演习。好，你要演习，我给你看那个明白一点。过了海峡中线，沿东飞啊，你脑袋中浮现个地图，台湾是一个南北狭长的。过了海峡中线再往东飞，那基本上就是到台湾本岛上来了。那这个事情发生的频率之所以这么高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当然具有威吓这种主作用啊。那里面要强调的重点是在哪里？这个强调重点是你要维持和平之前的话就要交流，你要战争的话那只好面对现实。其实大陆讲得非常明白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够再曲解了。而且我必须坦白讲，看到这些大陆的这个船舰啊、飞机啊来回的话，你有没有看到美国说任何话呢？美国除了把武器卖给你以外，要讲什么话？你心里还不明白吗？大家把这个事情解释成说小英没有任何回应，这个简直是开玩笑的。他不是没有任何回应啊，他根本没有办法回应。现在目前为止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要和平，同时有力气要和平，另外一方面没有力气要准备要战争，那还得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